接下去登场的两位角色是原神史上对这个游戏影响最大的两个角色，钟离和纳维莱特。那这两条龙，说句心里话，我对他们是又爱又恨。爱呢，其实很容易理解。首先，钟离在我心里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一个具体表现，懂得多，然后呢又谦逊，而且呢，钟离还很喜欢摆事实、讲道理啊。他不是和你吹水说什么，哎呀，我魔神战争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我6000岁，提瓦特历史没有人比我更懂之类的。比如说传说任务里面研制魔神，钟离就会亲自带队让我们去见证那个历史。那也就是钟离出门不带钱，有点凡尔赛以外，其他我觉得钟离这个角色的塑造可以说是有榜样作用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肯定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懂得很多，但是呢又有人文关怀的人，而不是说我半桶水，然后还自以为是，天天在网上和别人口嗨。那纳维莱特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他传说任务也是塑造的非常的优秀。就作为一个外来龙，他融入枫丹，然后对自己会有一些迷茫，可能是因为自己和人类不是同一个种族，也可能是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有一些困惑所以他因为这种迷茫，对人会产生一种疏离感，会有一种边界感。那我觉得这种边界感其实是当代社会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一种品质，就是人和人之间是礼貌的，大家是相互尊重的。就比如说他作为枫丹的顶层，他在学习和理解人类的感情，然后会对纳维亚表达自己的歉意。所以纳维莱特和人相处时候这种不远不近、相互尊重的感觉，他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当然原神的角色塑造呢，绝大多数都是赋予了他们美好的品德，这点也是我比较认可原神剧情的地方。虽然说有时候它的剧情比较无聊，但是呢它传递的这种精神内核我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无聊但他在写一些好的东西，那我就会觉得我能够接受他的这种无聊当然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伞兵是吧，那伞兵这个角色大家都很讨厌，我也其实不怎么喜欢他，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故事和剧情的设计上，我其实有一些有趣的看法这个看法我以后应该会单独聊一期，主题大概就是伞兵的人设是当代互联网喷子的一种概念化的表达。那这里就不展开了，还是回到这两条龙身上。那他们俩除了在人设上我觉得非常成功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极大的降低了这个游戏的操作门槛，是非常轮椅的角色。作为游戏中的生存和输出的内挂，他们确实提高了玩家的游戏体验，但是这种内挂的特性呢，也具有两面性，所以讨厌对他们的恨其实也在这部分上。这两个角色可以说是破坏了原神战斗的动作要素。当然如果说原神这个游戏的商业策略就是用宝宝巴士的一个难度去满足更多的玩家，走一个下沉的打法，那我也无话可说。只不过我作为一个 ARPG 玩家，我会觉得这种设计是严重的削弱了游戏性。那本身我们说原神这个游戏在数值上其实是比较超模的，圣遗物加命座还有专武就已经让角色本身超模了其实连命座和专武都不需要。你作为一个经常刷圣遗物的玩家，如果把练度提高上去以后，在游戏中就已经大杀四方了。那么钟离这么一个角色的出现，他就让游戏在生存方面没有压力了，让闪避的性价比降低了很多，然后减少了玩家和原模之间必要的交互。你想为什么有一部分玩家会觉得在雪山开荒的时候它是有意思的？除了本身是刚接触游戏有这种新鲜感有热情以外，还有就是雪山这种刺激的战斗环境其实会让玩家有非常强的探险的感觉。然后你看到那个秋秋王，你会觉得他真的很厉害，用原模是有压迫感的，不是像现在就感觉哇秋秋王什么东西我随便打打。所以原神作为一个本身带有 3D 动作要素的游戏，玩家连怪物的动作都不去关注，连怪物的技能都不用去闪避，那必然是降低战斗的可玩性的。而龙王呢，一键喷水，大范围 LE， 操作门槛低到不能再低，然后现在恰斯卡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反过来看，像万达、像林尼、像甘雨这样的组合或者角色，他们的操作成本有多高？我个人其实是喜欢有一定操作门槛的角色的，这样呢战斗会变得更有趣一些。但是你会发现，每提起角色的操作门槛和强度，绝大多数玩家关注的是数值，是打得快不快，是自己能不能成为战斗中的那个碾压对方的那一方，而不是说战斗中的博弈、交互还有策略，然后原模有没有给自己造成麻烦。以至于龙王这样的操作模式评价是三体人是优越的，然后有门槛一些的角色他们都是原始人是落后的。我觉得这种游戏理念就是过去几十年国产手游和网游数值为王理念下发展出来的一种产物。就玩家推崇的是数值，是取胜这个结果，或者说玩家享受的是那种我最强的那种感受。
而不是说解决问题中的乐趣。而且这两个角色在舆论场上其实也有很强的破坏力，就是我们说龙王这个角色，大家会说不如龙王一喷嘛。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玩家和我一样是非常讨厌这种说法的，因为这种说法让人觉得非常的无脑。就现在是龙王，以前可能是胡桃，可能是林华，可能是某某某角色。就包括我其实也收到过一些私信，就是说我之所以没有抽这个角色，我就是因为看不惯那些玩家天天在那边吹说不如某某某。就可能在我们这样的玩家心里，我觉得一个带有动作元素的游戏，其实玩家自身的操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原神的这个舆论圈子里面，或者说强度圈子里面，大家推崇的其实是更简单更无脑。就这点我个人其实是非常不喜欢的。就包括我们在聊到钟离的时候，我们在聊到一些原模的特点的时候啊，我们说怎么走位怎么闪避会更安全，但是你会在评论区刷到就是我钟离开个盾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盾。这两个角色他确实是把问题变得简单化了，但是这种简单化其实也催生了一种就是玩家内心的自我膨胀吧。然后你看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强度党，但是我其实深刻的知道强度党是一个大的标签，在强度党里面呢有一些真正硬核的大佬，大家懂牌轴，懂角色的特点然后明白这个角色要怎么样去攻略。像这部分玩家呢，就是其实是我心中真正的强度党。但是呢，很多玩家会说喜欢强度角色的玩家就是强度党。那你想这一下其实囊括了很多很多玩家，那么数量一多，难免会有一些魔怔人所以要不说一粉顶十黑，就是有时候一旦有一些人他顶着某些标签，然后说了一些非常逆天非常魔怔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的说去讨厌这个群体，就好像原神为什么一直被很多人讨厌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问题呢，你说全赖玩家，我觉得很不合适，因为设计这个角色的人是谁？设计这个角色的人他是官方嘛，他是制作组嘛，所以制作组在做出这些角色的时候，它就必然导致了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一直觉得游戏的设计在公测之后，它一定是受到玩家影响的，厂商一定会根据大部分玩家的游戏偏好去做一些改动。那包括我一直吐槽的大世界解谜，也肉眼可见的是为了符合更多玩家的游戏偏好去做的优化。那我们又说到了大世界说到大世界，真的我怨气老大了。很多人会说原神傲慢优化慢，我心想你看看原神大世界的这个设计改动哪里傲慢了，它就是太听玩家话了。盗气难，须弥降低难度，须弥解谜复杂，枫丹解谜一条龙引导。有的玩家他确实是把大世界作为一个收集资源的场所，所以原石宝箱收集的效率越高越好，只关注自己喜欢的战斗和数值，然后觉得原神就那些东西都不算优化。但是对我一个喜欢玩大世界的玩家来说，就大世界的这种解谜的弱化，真是让我怀念自己在玩海岛时候被一些解谜卡住，然后抓耳挠腮的这种体验。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原神傲慢它不优化，没有不优化，它其实优化，只不过它没有优化到你的点上。就对于我这样的玩家，他每一次都有优化，而且这个优化居然还是个反向优化，真气死我了，对吧？你想你做的简单，大家又不领情，大家说你没优化，对吧？你还不如做难一点，讨好一下我们这些大世界解谜玩家吧，真的。然后把那个寻宝罗盘优化成能直接显示这些地图上的解密就可以了呀，对不对？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我觉得这次纳塔其实算是回来了一点，还是令人欣慰的。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市场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偏好，以及厂商对于营收的考虑，宝宝巴士的定位才会如此牢固。这也是为什么觉得手游网游它其实没有单机独立游戏更有趣的原因。所以总体来说，手游还是一个相对偏轻松的这么一个定位每一次看到一些手游宣发的时候，大家在那边说画面好，然后玩法什么丰富，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我个人觉得游戏在玩法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其实是玩法的深度，或者说这个游戏本身带有一些思考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对于好游戏的一个定义。诚然其实每一个玩家也需要一些就是纯粹的轻度的放松的这种玩法。就比如说我现在也很忙，我可能也不太喜欢就是很深度的玩法，我可能就打开一个小游戏去玩一玩。但老实说，我支持的是游戏做得更深刻，然后呢你在比例上去做一个平衡，对吧？就我们整体可能更偏向于休闲放松，但是呢也不会丢失掉一些深刻的深度的玩法。就好像原神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有80%-90%的解谜或者是战斗都是简单的，都是是兄弟就来砍我的这种，但是你也要保留10%，甚至是10%或者20%，它其实是有挑战的，
它其实不是完全以数值的方式去决定战斗的，而是需要玩家去做出更多思考的。当然这个不是鄙视链啊，就是说什么好像深度的玩法更高级一些，这种浅表直接的玩法可能就更低一截。我觉得快乐这件事本身也没有高低之分，只不过呢，我想说就是这种简单直接的玩法，它一定是加速玩家的无聊感的产生的嘛。所以我们说回来，这两条龙的玩法设计，它其实都命中了人性中喜欢偷懒、不喜欢挑战的软肋啊。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设计。当然啊，我觉得我只要表达自己的看法就行了，厂商嘛，考虑的就更多了。毕竟呢，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和与我类似的玩家群体，而面对所有的玩家，我又算什么呢？更何况我还是一个白嫖林克的小蛀虫，是吧？那自然是付费玩家的利益是更首要的。所以小而美、小而硬核、小而有门槛，大则中庸，需要寻求平衡和稳定。创造力的发挥呢是有限制的，这都是很难避免的现实情况。那不管当初在设计时，钟离的改版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导致的一种失误，龙王是出于流水的考量设计的进攻的怪物，还是说这两位的设计本身就是坚持宝宝巴士这个策略刻意设计的产物？他们都对原神的战斗玩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他们俩的设计在原神历史上引起的风波也很大。钟离事件和龙王回调其实都沉重地打击了玩家对于制作组的信任，引发了信任危机。所以说这两条龙的破坏力真的非比寻常。最后其实我觉得按照原神强度迭代的这个规律啊，这两个角色我觉得在未来应该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因为我觉得从原神战斗发展的方向来看，其实制作组应该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原模的机制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多样了，这可能就是为了去增加战斗过程中的层次。那我个人希望是，不管游戏的口碑如何，流水如何，制作组可以坚持自己的游戏理念去设计游戏。我作为一个偏单机的玩家啊，我觉得游戏是产品，那好的产品它应该有自己的气质以及价值观的表达。好的，那么这期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弟弟，我们下期再见吧。